一伙劫匪抢银行，抢走了500万，还顺带把这个小职员也拐走了，将他塞进了后备箱里。没想到车子开到半路迷了路，误打误撞钻进了原始森林，接着车子翻了，又掉下了悬崖。小职员感觉不对劲，一脚踢开后备箱，车子瞬间爆炸，劫匪全都领了盒饭，小职员也被崩进了河里。跟他一起崩进河里的还有装有500万的行李箱，他抱着箱子顺流而下，顺着瀑布掉进了深河，随着河流游到了一个溶洞里，箱子这是沉入河底，没有箱子支撑，小职员绝望的等待死亡。没成想竟飘到了岸边，被好心人发现送进了医院。小职员名叫铃木，从小就爱钱如命，女孩们都在炫耀花裙子时，他却显摆存折上的数字。有男孩想约他吃饭，他说折现吧，直接给我钱就好了。妈妈看他这么喜欢钱，随口说了一句去银行上班吧，可以天天数钱。于是他去银行应聘，考官问他有什么爱好，他说数钱，结果他被成功录用。铃木如愿过着天天数钱的生活，可上了几天班后，他觉得不对劲，天天数钱是不假，可数的终归是别人的钱。正当他郁闷时，一伙劫匪出现，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等他再次醒来时，人已经躺在了病床上。醒来的第一句话，我这算不算是工伤？康复后，他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这天，他无意中在电视里看到银行案的报道，这才知道原来所有人都以为那500万和车一起爆炸消失了，只有铃木一个人知道钱在哪里。如果他能找到箱子，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占为己有。他把事情告诉了家人，家人一听这不发财了吗？第二天他们就开着车上山寻宝，可车开到半路就抛锚了，没办法，几人只好步行登山。到地方后，妹妹得知要跳悬崖，说啥都不干了。妈妈也附和着说，钱不钱的不重要，就当这次咱们来野游了。说着就准备开始野餐。这时下起了大雨，几人急忙往山下跑。无奈铃木只好一人来到悬崖，刚下去他就懵了，一只鞋也吓丢了，绳子买短了不够长，他刚想往上爬，结果悲剧了。铃木在森林里迷了路，走了4天，总算走到了公路上。这时一对情侣开车路过，铃木的突然出现吓得两人嗷嗷大叫，以为是山村老师复活了。经过这么一折腾，铃木只好消停在家养伤。在电视上无意中又发现有个叫沙野博士的人对原始森林地质学很有研究，这次又燃起了铃木希望的小火苗。沙野博士这么厉害，肯定能找到藏有钱箱的溶洞。铃木骑上他的28大杠，找到沙野博士。沙野博士直接拒绝，他说他只教自己的学生。铃木一听这好办，那我就读书考大学好了，学习地质专业。回到家后，他把事情告诉了父母。父亲说，你可拉倒吧，初中都没毕业，你还想上大学？消停回银行上班去。铃木不听劝，直接辞去了工作，租了个4面漏风的小房子，度过了夏暑，挺过了春秋，熬过了严寒，终于迎来了高考，可还是差1分落榜。正当失落时，一个小子太过激动，一下死了过去。铃木就这么幸运的成了替补学生，考上了大学。上课时，同学们聊天的聊天，撩妹的撩妹，只有铃木认真听课，就连勘探设备他也认真研究。有这好东西，寻找宝箱时一定用得上，光学这些还远远不够。为了方便上山，铃木报考了驾校。为了能下悬崖，他学习了攀岩。为了下水捞箱子，他又学习了游泳和潜水。只要是和找宝箱能用得上的技能，他都要学。为此他花光了所有的钱，银行卡里只剩3块钱，就连房费都交不起，想向妹妹借点。妹妹一听直接挂断电话。无奈的铃木只好找了份兼职，虽然工作到很晚，但收入很可观。这晚喝得酩酊大醉的铃木下班路过4S店，一眼就相中了里边的车，他想都没想就一板砖呼了上去。幸亏朋友及时发现，抬着他逃离了现场。第二天没等醒酒呢，铃木又上了游泳课，可刚一下水他就吐意来袭，也不能就地解决呀。他硬着头皮愣是一口气没换就游到了终点，稀里糊涂拿了第1名。教练一看这姑娘行啊，这要是加以培养，以后肯定是个奥运健将。他想让铃木参加全国比赛。铃木对比赛不感兴趣，但一听教练说第1名有奖金，铃木立马就答应了，又是一口气没换获得了金牌。攀岩技能也练得越来越娴熟，教练让铃木参加比赛，只要得了冠军就奖励125万。铃木一看，立马像打了鸡血一样来了精神，不负众望，很快就在比赛中拿了第1名。电视台也访问他成功的心得，他的回答：我喜欢数钱。接着他受邀参加全世界比赛，还因此登上了《时代周刊》。回来时还带回了一块土了咖给沙野博士，博士如获至宝，稀罕的不得了，直接让铃木当他的助理，这可把铃木乐坏了。经过不懈努力，他终于买了人生第1辆车，还买了寻宝箱所需的设备，可设备太重了，直接把房子压塌了。倒霉的是，不仅设备彻底坏了，房东还吵着让他赔钱修房子。铃木不甘心，偷偷跑了出去。検温ですよ。鈴木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就在所有人到处找他时，他已经跑到家开始翻箱倒柜，偷走存折，打算再买设备，开始寻找宝箱。可刚要走就被家人发现，吓得铃木撒丫子就撩，谁知跑着跑着袋子漏了，
存折洒落一地。终于在路上搭了一辆顺风车，才得以脱险。到了银行门口，铃木跳下车，这才发现钱袋是空的。这时碰巧看见银行运钞车，他支走2个运钞大叔，抱起一袋钱准备开撩，可没走多远遇到了大学老师，往学校运输设备正巧经过这里，这不是歪打正着吗？铃木二话不说，钱也不要，直接扔给了老师。就这样，老师倒霉成了替罪羊，被抓走。铃木开车进了原始森林，他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各种测量，什么地质结构，什么经度纬度，经过一番折腾也没发现宝箱，气得他大叫。就在他绝望时，突然听到哗哗的水声，铃木顺着声音寻找，终于在不远处找到了箱子，打开一看，满满的一箱钞票。铃木成了有钱人，却仍然过着普通人的生活。这天他听见收音机里说百慕大有许多沉船和宝藏，这下又激起了他的斗志。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考航海执照，再次开启寻宝之路。故事到最后，铃木把箱子又扔进了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秘密花园。也许他意识到，追逐金钱的这个过程才是最享受的。